嗨，大家好。随着上个月中国第3艘也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航空母舰003福建舰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下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地处江南的上海。不过今天我们把焦点转移到北方的军工重镇辽宁。此前介绍002山东舰为期2个月大保养时，提到了位于大连香炉礁码头的大连造船厂，而在介绍歼35试飞时，提到了同样位于辽宁的星辰舰载机训练基地。而中国最大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同样是在辽宁，那就是位于渤海湾葫芦岛的渤海重工造船厂了。这个厂并不建造常规潜艇，却拥有多个巨型船坞，并可同时开工建造3个以上的大型核潜艇。我国最新型的095攻击型核潜艇和096弹道导弹核潜艇就在这里紧锣密鼓的建造中。对中国这2型核潜艇的建造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这是2020年哈工程机电专业师生花费4天在雪中打造出的4艘雪舰。除了山东舰首艘载人潜水艇7103和万米载人潜艇奋斗者号外，最上面的就是095型攻击核潜艇。那么这艘潜艇的建造进展如何了呢？这是美国卫星在5月初拍到的最新造船厂图片。位于画面正中间干船坞内的是一艘与以往已知型号都不太相同的潜艇，特别是在该潜艇的指挥塔后部和潜艇尾部非常明显的被2块绿布所遮盖。既然是有意遮盖，那么厂方应该是知道这个时间点一定会被天上的卫星所拍到的，所以才用了绿布遮挡，看起来似乎是刻意为之。那么这2个被遮盖的地方又是什么呢？指挥塔的后部大概率是垂直发射系统，遮住的意思自然是不想让卫星拍到具体的发射单元数量。核潜艇上装垂直发射单元并发射弹道导弹，这本来是092、094、096这样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标配。那么攻击型核潜艇需要吗？当然是需要的了，要不然垂发系统怎么会有战斗效能倍增器之称呢？加装了垂发单元，也就具备了全向攻击的能力。由于此前的鱼雷和巡航导弹都是通过舰首的鱼雷发射管发射，但要攻击后方的敌人需要调整舰首才方便攻击，这样就增加了被发现的几率。有了垂直发射系统，无需掉头就可以发射，而且打击任务结束还能第一时间撤退，这就大大提升了潜艇的战场生存能力。其次，鱼雷发射管的效率实在低下，容易被拦截，而且并不是每具鱼雷发射管都具备发射导弹的能力。如果能配以垂发系统，那么对同一目标或多个目标就可以同时发起攻击，火力密度增加的同时，敌方的拦截难度也会随之上升。我国目前现役攻击型核潜艇的主力093型，在第2批次改版中，曾经在指挥塔后部增加了一小段龟背，当时就有人推测很可能是加装了垂直发射系统。不过在后续2个版本中，这个龟背先是变得平缓，随后高度大幅降低，龟背也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小鼓包。所以当时也有人推测，这个鼓包的位置并不是垂直发射系统，而很可能是用来收纳和安放拖曳式线阵列声纳组件的。甚至有人还认为这是093为了增加核反应堆的自然循环能力而做的加高处理。那么这次从卫星图来看，如果还是如此前的小龟背或者小鼓包一样，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拿块绿布遮盖了，因为该看的此前都看过了。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加装真正的垂直发射系统了。外媒已提前将095的垂发单元数量定义在了16个，不知道情报哪来的。不过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有了垂发单元，此前在055万吨大驱上曝光的舰载版鹰击21就有望登上095，这样我国攻击型核潜艇的覆盖范围将从鹰击18的600公里提升至鹰击21的1500公里以上了。至于艇尾处推进器的位置，如果还是093此前的传统7叶大侧斜螺旋桨的话，自然也就不用故弄玄虚的用绿布遮挡起来了。所以推进装置应该就是传闻中的全新无轴泵喷推进器了。无轴泵喷推进器最大的优势在于降噪，原因是它减掉了潜艇的2大噪音源，一个是螺旋桨的翼尖空炮噪音，另一个就是传动轴的传动噪音。而且无轴泵喷的布置还非常灵活，你可以选择舰尾处的任何位置，还能做到反转实现倒车，可谓推进效率非常之高。这个无轴泵喷技术竟然也出自此前介绍过的马伟民团队之手。马伟民的中压直流电磁弹射技术和综合电力系统已经应用在了刚刚下水的003福建舰上，而这个无轴泵喷推进器又将应用在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之上。这位国宝级的专家在2017年能被授予中国军事荣誉最高的8·1勋章，真可谓当之无愧。尽管关键位置被遮挡，但我们还是能查到095的具体参数，这倒不是国外媒体乱猜的，而是来自新华网之前的报道。095长115米，宽12米，
吃水11米，水下排水量7900吨，工作前深250米，最大前深500米。首次采用单壳结构艇体，水下最大速度32节，自持力80天，成员130人。好，说完了我国的095，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若论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当属俄罗斯48000吨的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了。不过这属于战略核潜艇的范畴，在此前096的视频中已经介绍过。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攻击型核潜艇。先来看美国，美国海军现役有3个型号，分别是洛杉矶级27艘、海狼级3艘、弗吉尼亚级21艘。洛杉矶级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生产和装备数量最多的一型攻击型核潜艇。从1972年至1996年，共建造了62艘，至今已退役35艘。随后的海狼级就是前段时间在中国南海西沙附近据说撞了的那位。虽然撞了，但这一型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集诸多黑科技于一身。最大特点莫过于静音，可以低至100分贝以下。性能虽然能够碾压另外2款，不过也导致其建造成本过于昂贵，最终只建造了3艘便匆匆收场。海狼级是纯粹为对付前苏联的台风级和阿普拉级核潜艇而专门打造的猎杀神器，所以才被设计得如此变态。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海狼已无对手，于是美国在新世纪打造了成本更低的弗吉尼亚级。最新的弗吉尼亚级用于取代老迈的洛杉矶级，作为未来主力的攻击型核潜艇。弗吉尼亚级采用了更先进的电子设备、声纳和推进装置等等，降噪技术也已接近海狼级的水平了。不过单纯从计算火力、航速、下潜深度和静音能力的话，弗吉尼亚级还是无法撼动海狼级美国第一攻击核潜艇的地位。接下来俄罗斯现役最新的是亚森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同样沿袭了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一贯传统，那就是5大3粗。人家的攻击型核潜艇的前航排水量都是1万吨之内，但亚森级直接来了个13800吨，而这还不是最大的。之前的奥斯卡级更是达到惊人的19400吨，吨位即代表火力。亚森级堪称是一座水下武器库，不仅拥有8座 CM346 通用联装垂直发射系统，可携带24至40枚导弹，其鱼雷发射管还可以发射口径超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500公里，俄方甚至宣称可达5000公里。如果加装核弹头，那么一枚就可以摧毁一整支航母舰队。不过俄罗斯建造潜艇一向是优先北风之神这种战略型，因此亚森级的建造速度一直较慢，9艘开工，目前只有3艘服役。上一代奥斯卡级一共建造了14艘，不过目前只有7艘健康能用。2000年爆炸事故沉没的库尔斯克号就属于奥斯卡级。还有阿库拉级是亚森级服役前俄罗斯最安静的攻击型核潜艇，前后共建造了10几艘，不过健康情况堪忧，能用的只有3至4艘。现役还有3艘塞拉级，2艘能动，2艘维克多级也廉颇老矣，等待退役。总体来说，俄罗斯的攻击型核潜艇建造能力很强，不过型号过于杂乱，健康率也偏低，能动的数量不足一半。接下来英国的基敏级，前航排水量7400吨，其静音设计是在表面覆盖了39000多个消音块，据说前航时所产生的噪音不超过一只幼年海豚。这一型7艘已经开建，并服役了4艘，用于取代之前的特拉法尔加级。法国的攻击型核潜艇有2型，其中红宝石级4艘，不过前航排水量只有可怜的2600吨，比一些常规潜艇还要小。法国计划用5000吨级的梭伊级来替换，不过法国人一向拖沓的作风堪比印度了。梭伊级首艘于2007年开工，直到今年6月3日才正式服役，历时15年之久。这型最劲爆的新闻莫过于此前澳大利亚常规潜艇招标时，法国人把梭伊级的图纸拿来修改，去掉核反应堆后最终中标，不过却在去年被英美截胡，改成由英美替澳洲建造8艘攻击型核潜艇，此事还引起了不小的外交风波。最后印度攻击型核潜艇查克拉2号是从俄罗斯高价租得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阿库拉2级海豹号，租期10年，费用9亿美元。印度现役17艘潜艇中仅有2艘核潜艇，除了这艘租的阿库拉级，就是花费30余年，排水量仅6000吨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了。不过2艘核潜艇显然不能满足印度人的胃口，印度竟然计划自行打造6艘国产的攻击型核潜艇，前航排水量达6000吨，首艘预计2042年服役。不过按照印度30-40年磨一剑的节奏，这个时间点恐怕守不住。好，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国最新的095型攻击型核潜艇的建造进度以及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毫无疑问，无论是战略导弹核潜艇还是攻击型核潜艇，美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希望我国的潜艇部队也能在未来像人民空军、海军水面舰艇和火箭军一样，尽速达到世界的前列。好，那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